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尼亚汉堡。今天带来是瑞克莫蒂主创团队制作的另一部佳作《外星人也难民》的第一季第1集。施乐邦星曾是个完美的乌托邦，直到有一天，一个小行星摧毁了它。2个成年人和他们的后代带着幸存者浓缩成的永宝，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途中发生了意外，飞船在地球上坠毁，所以他们被迫留在了这个已经严重超载的星球。没想到他们在地球上一晃就是1年，可库弗就是这个修飞船的人，仍旧没有修好飞船，而泰瑞也就是这个带着永宝的人和他们的小孩，这里就成小粉和小库，似乎已经开始适应了地球的生活。大家都劝库弗不要再修飞船了，其实这个星球还是蛮好的。可库弗却表示，生是施乐邦的人，死是施乐邦的鬼，这本就是一艘超载的船，迟早会翻，根本不是施乐邦的归属地。他越说越激动，干脆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许冲动的人不该独自散心，因为潜意识里都是轻生的药引，直到疼痛突然刺激了麻木的心，才突然想起不过是一时赌气。冲动的惩罚如约而至，自残后的库弗终还是为脚买了单。这时泰瑞走过来，决定陪这位失忆的中年人谈谈心，奈何话题没选好，东扯西扯，又扯到了关于住不住地球这个问题上。而这一次库弗却意外的平静。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不想再多说，我只想安静的养脚。热脸贴冷屁股的谈话就此终结。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泰瑞决定看看电视。与此同时，小粉和小库正在遭受校园暴力，他们在地球的学校里并不受欢迎，由胖妞为首的一帮外星人骑士组屡屡找他们的麻烦。小库忍无可忍，正准备掏枪还击，一个凶恶老师突然推门而出：“你们这些肮脏的外星人是在走廊上闹事吗？去库克校长的办公室，马上！”另一边，电视里的卡通人物趣多多引起了库弗的注意。看着电视中鄙视人类、潇洒随意的趣多多，库弗仿佛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么有趣的家伙，要是能和他做邻居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一起鬼混、吐槽人类了，甚至还可以一起搞科学研究什么的。就在这时，电视突然插播了一则广告：趣多多要来我们这边的购物中心。突然，库弗就像一个追星脑残粉一样兴奋了起来。我一定要看完他所有的剧情，我要全面了解他。他有没有小弟弟？你说我可以给他生猴子吗？冷静冷静，这些都还没有播出来。但我认为他很有可能有那个，并且还很大。泰瑞，我等不及了，我们现在就去购物中心吧。与此同时，小粉和小库正在校长室被训话，老师和校长二话不说，上来就想让他们背锅。承认吧，就是你们用人工智能重编了电脑系统。小库似乎早就习以为常，摊牌吧，不就是想让我们背锅吗？哪知今时不同往日，老师这次可是有备而来。可是我的2只手都在呀。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手套。证据确凿，居然还死不承认，这显然触及到了校长多年以来的造人理念。于是即刻对2人发出了黄牌，如果再犯下次，直接红牌下场。可老师似乎对校长处理并不太满意，你应该像个男人一样让他们滚蛋。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有多么男人吗？ Fucking coming。万万没想到的是，小粉和小库可不是软柿子。而此时，库弗和泰瑞已经来到了购物中心，可这次奔现显然让库弗有些失望。他看起来比电视上大。2人越看越不对劲，干脆直接上前查了个究竟。哦天哪，这不是真的！说你们把趣多多藏哪儿了？这就是趣多多啊！胡说，这和电视上的不一样，那只是个儿童节目。儿童节目。随即2人被赶了出来。不可否认，这次奔现对2人的打击太大了。被欺骗过的人往往再难以相信任何事情。那颗受了重创的心，急需做一场自欺欺人的荒诞梦。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库弗，随即用喷射量子器，根据趣多多里的剧情，感知出了心中那个完美的趣多多。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是你的好基友，难道你是我刚交的朋友？3人生活的甚是愉快和潇洒，可好景不长。没想到库弗和泰瑞竟然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趣多多的一言一行都得按照他们的想法执行。另一边，小粉和小库正在为他们抓来的胖妞吵架。小粉认为从小就有这种报复心理是不对的，可小库却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弄死再说，这是在犯法，你会被抓去坐牢的。错，我可是未成年人。一般来说，和女人吵架，他们必定吵不过就动手。哦，糟了，他要去告老师。与此同时，库弗3人已经到了迪巴，灯红酒绿的夜晚摇摆着有趣的灵魂，血腥玛丽碰撞出今夜不回家的火花。那个你曾深爱的人啊，竟然悄悄坐进了别人的包厢。万万没想到，只是点个酒的瞬间，趣多多便找到了新欢。库弗当即宣布主权，他是我用喷射量子器造出来的，所以他是我的。可趣多多却表示万物皆可造，我有我的道。这场挚爱争夺战，库弗和泰瑞俨然成了被甩的那方。被甩的痛感来得太突然，2人像是丢了罪的小学生，满头飙出脑浆小外星人。初
理情节的库弗赶紧查查度娘，上面说我们可能是苛情过度，痴癌晚期，怕是熬不过今晚了。不，我还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我还没有穿过女装，没有尝试过奥利给，甚至我都没好好谈场同性恋或者是三角恋。越想越不甘心的失恋二人组决定去看看那两个男人到底比他们强在哪里，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应该呀，我们再走近点。哦，我操，你们居然跟踪我！哦，看看他们居然模仿我们，场面一度很尴尬。可能无下限的践踏旧爱也算是作为新欢的一种特殊快感。往昔点点滴滴如沐春风般的回忆中都埋在了一句去他妈里。而一段无果的姻缘中，最怕遇见那个甘愿吊死在一棵树上的人，因为狠心的人已经开始了新生活。而库弗和泰瑞还惦记着那个绝情的趣多多，情节太苦，所以他们决定再造一个趣多多。可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心造什么样的趣多多。虽然这个趣多多看起来是不太健康，可好在还不至于影响蹦迪。于是两人立即拖着趣多多二代，准备去那三个贱人面前炫耀一番。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当两只趣多多碰面后，竟然合体了。顿时，一只丑陋无比的究极趣多多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且袭击了迪巴里的人们。随即，究极趣多多冲出了迪巴，开始袭击整个城市。麻烦打包外带2杯酒，我们要去看看热闹，谢谢。看着他们两人一手造就的怪物，人们应该会谅解我们吧？放心，我们可以说那是人类的变种人。与此同时，小粉和小库正在进行日常拌嘴。这时，电视里突然插播了一则新闻，原来是胖妞的寻人启事。小粉顿时被吓得狂飙脑浆，警察在抓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办啊？这时，胖妞向他们开出了条件：放了我，说不定我能让警察给你们安排个好监狱，容了他吧。我去拿酸水很快就位，可胖妞迟迟不肯松手。放轻松，不会太痛苦的，我们只是把你回炉重造，下辈子你就是个美少女了。你们能不能只清空我的脑子？脑子是什么？而就在小粉和小库研究脑子时，库弗和泰瑞急冲冲的跑了进来。你们见过激光缩小枪吗？还有，你们为什么掀起了同学的头盖骨？他在学校里面欺负我们，我们讨厌上学。可似乎小孩子的烦恼在大人面前不值一提。谁管你们喜不喜欢？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切记不可感情用事，为所欲为。比如再造一个趣多多。总之，你们不能杀同学。我们没想杀他，不过就是想切除个脑叶什么的，哪用那么麻烦？一罐可乐给胖妞醍醐灌顶。我是谁来着？就这样一直教就行了。看见可乐如此的奇效，小粉表示非常不解，为什么人类还很爱喝这东西？找到了激光缩小枪，库弗和泰瑞赶紧冲到一线。尽管枪法确实有点感人，好在还是成功打中了怪物。看见被制服的怪物，库弗突然大彻大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强加在其他生物上。库弗和泰瑞带着究极趣多多来到了购物中心的上空，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吧。这时，趣多多的新欢们突然赶来，他们希望库弗和泰瑞将这个究极趣多多送给他们，但他是个怪物啊！我们不建议他的美丑是否残暴或者有什么副作用，他只是我们爱的趣多多。随即，在两人的欢呼下，究极趣多多纵身一跃，投入了真爱的怀抱。你有没有觉得整件事情我们才是反派，我们是外星人，不走寻常路？回到学校的小粉和小库依旧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但爱找茬的胖妞似乎再也没有办法找茬了。可乐的神力可真不是盖的，这些蠢人，看谁以后还能抓住我们干坏事儿？抓住什么？我们是说，没想到保洁大叔竟然推测出了小库他们对胖妞所做的一切，这个人由不得啊！傍晚，库弗和泰瑞买来了全家桶，一家人坐下来边吃边聊。似乎趣多多事件对库弗的影响很大，尽管他口中还是充斥着对地球的差评，但他却意识到了，不管身在何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用多少个趣多多也不能代替。吃饱喝足，大家各自就寝。小粉认为今天最大收获就是惹怒了库弗，却没被修理。小库则认为我们就不应该绑架小孩。说完，小库点开了密室，从现在开始，我们只缩小成年人，坏人失踪，应该没人会注意吧？是吧，清洁工先生？逃难的库弗等人来到地球，在趣多多出现之前，库弗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拥挤嘈杂的地方。背井离乡的人大都非常敏感，他们总是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所以在荒凉的异地他乡才会不停地追赶那个和自己很像的人。可就算世界这么大，知己却难寻。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库弗会那么在意趣多多，可往往太在意会敲人在心底深处病态的根，随之占有欲会肆意横行，最终那些很重要的东西会像紧握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下。这世上狠心人和痴心人各占一半，可感情里却从来没有平分秋毫，所以世人才说感情是最不公平的东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腔热血会换回来什么。可就算如此，仍旧会有人前仆后继，奋勇而上。世人并不糊涂，因为总有一天，那个舍不得让你输的人会纵身一跃，扑进你的怀抱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